富家女爱上男保镖的故事，相信大家在电视剧里看到过不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也有类似的情节，只不过结局是以富家女被害而告终。事后，男保镖极力想把富家女塑造成一个喜欢在交欢中被虐的人，想以此来逃脱法律的制裁。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比50度灰更刺激的案件。安娜·里德是个典型的90后女孩，于1997年出生在英国富裕的北约克郡温泉小镇哈罗盖特。她家境相当好，她家族经营着占地超过300英亩的科普格洛夫庄园牧场，主要经营赛马生意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和房产，家族资产总值达到数亿美元。安娜从小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，在贵族学校就读，优渥的成长环境并没有养成安娜娇生惯养的性格。她为人和善，阳光开朗，朋友都对她有着极高的评价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话，她一定会有着光明的前途和幸福的生活。受到家族的影响，安娜从小就对赛马非常感兴趣，还是个骑马高手，参加了当地一些高级别的比赛，并取得了成绩。她的梦想之中还包括成为一名职业马术骑手。由于安娜的母亲在2014的时候意外去世，安娜的父亲独自照顾安娜和她姐姐。她父亲对两姐妹倾注了所有的爱。在安娜大学毕业那一年，安娜的父亲将全球旅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安娜。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通过旅行开阔自己的眼界，提升自己的认知。只是安娜的父亲没有想到，自己专门为女儿安排的旅行，最后竟以安娜的离世收场。2019年2月，安娜已经旅行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。这时的她来到了泰国，在泰国她认识了这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马克·舍茨勒。马克是个德国人，年龄上大了安娜10岁，光看外形就知道马克不是普通人，光头，膀大腰圆，满身纹身，典型的道上混的人物。马克在认识安娜之前交往过一个女友，两人还育有2个孩子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分了手。马克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家夜总会里担任保安工作。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感性会占据理性，安娜也是如此。不知道她看上了马克什么优点，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人。他们2人在泰国待了2个月之后，又去了越南、新加坡和迪拜。安娜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经常更新2人在一起的合照。2人的旅行费用也由安娜全权负责。安娜的父亲说，在没有认识马克之前，安娜每个月的旅行消费大概在3000英镑左右。自从和马克接触之后，直接涨到了每个月1万多英镑。2人各种吃吃喝喝，各种玩，一路走到了瑞士。在瑞士的一家豪华酒店订购了房间。2019年4月9日，安娜和马克在晚餐时喝了一瓶价值140美元的香槟，之后2人便回到了房间。凌晨3点，一位住在他们旁边的客户向酒店前台投诉说，自己边上的房间有人闹出了很大动静，自己听到了打破玻璃和家具的声音，还有什么东西摔倒墙上的声音。酒店前台接到投诉之后，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，他们以为可能是客人开的电视机声音太大了，也没有去进行检查。不久之后，马克慌慌张张地来到酒店前台。此时的马克异常紧张，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。他告诉酒店的工作人员说，自己的女朋友不舒服，请他们帮忙打救援电话。酒店的工作人员看马克这么紧张，肯定有事发生，于是他们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，救护车和警方几乎同时赶到。警方来到了马克和安娜所在的房间，他们看到房间里凌乱不堪，桌子翻倒，一个玻璃杯破裂砸在地上。安娜和家人的照片被撕毁，散落在床上，属于安娜的一枚戒指也掉在地板上，电话线被从墙上扯了下来，而安娜被发现时死在浴室里。急救人员检查后发现安娜已经去世多时，警方随即将马克逮捕。安娜的尸检结果显示，她的死亡原因是窒息死亡，颈部有勒痕，身体和脸上有瘀伤，牙龈受伤以及发生了骨折。案发现场没有其他人进入过，只有马克和安娜的生物信息。大量的证据都证明了安娜是被马克杀死的。警方对马克提起了诉讼。2021年1月，马克站到了被告席。法庭上的马克承认了是自己在和安娜发生关系时用毛巾勒死了安娜，但不承认自己是故意杀害安娜的。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：他说他和安娜在发生关系时会做很多辅助性的小游戏，以此来提高质量。这些游戏通常是由安娜来制定的，
自己会配合安娜完成。案发当天，也是安娜先让他拿着毛巾勒着自己的脖子，中间安娜可能是嫌力度不够，还吩咐他加大力度。在之后的过程中，马克感受到安娜发生了异常，他赶紧停止了行为，但安娜已经昏迷不醒了。他给安娜做了心肺复苏，但是为时已晚了。马克坚称安娜的死亡是意外，自己并不是有意杀死她的。检方这边则提供了另一种结论，他们认为马克完全是出于谋财才会对安娜下手的。检方也详细调查过马克的背景，他们发现马克是监狱里的常客，他曾有过数次犯罪前科，曾经因为盗窃被定罪，在3年前的另一次暴力冲突中，甚至打掉了一名男子的牙，被判入狱6个月。他还曾经因为酗酒吸食违禁品而接受了康复治疗。在认识安娜4个月之前，他还在警察局留下了记录，用暴力袭击了一名路上的男孩。此外，他还负债累累。在认识安娜之后，安娜已经为马克花费了将近5万英镑，而安娜也知道了马克的负债情况，因而跟马克提了分手。马克不想这样失去跟安娜在一起时的这样的奢华生活，所以他才会对安娜下手，目的就是想要挪用安娜的钱。检方还在酒店的房间里找到了马克偷藏起来的安娜的银行卡。马克解释说，安娜当时要支付一切费用，我只是开了个玩笑，把信用卡藏起来了。经过几次审判之后，马克于2021年10月1日迎来了自己的最终宣判。法官宣判他故意杀人罪名成立，被判刑18年。法官也解释说，马克在犯案时有着冲动犯罪的因素在里面，他并不是有预谋的要杀死安娜，因此给定了这个最终判决。案件到这里就分享完了，关于本案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发布留言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也请多多点下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下期见。